假如二战国家阵营重组，结局会如何？这次不再是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对抗，而是10个阵营进行互攻。同时，这新组合你发现没有，多少有点矛盾，比如德国与法国、英国与意大利、苏联与芬兰，不可能的同盟出现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位观众，请将你支持的一方打在弹幕上。比赛现在开始。1936年4月，场上爆发了2场战争，一场是由西班牙发动的内战，这是历史必然；另一场则由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组成的阿西土联盟向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组成的南保联盟进攻。南保联盟是一个较为矛盾的组合，在一战中，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的前身塞尔维亚之间的领土争端成为了两国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到了二战，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与德国结盟，并在南斯拉夫的入侵和分裂中发挥了作用。而如今，两国组成南保联盟，目前正在抵抗阿西土联盟的入侵。眼下的情况非常劣势，敌人当中，土耳其已经攻入两国境内。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裂变与原始内战不同，内战的胜利者将接管西瑞普联盟。再回看东边的战争，保加利亚已经失去了一半领土，南斯拉夫只有垂死挣扎的余地。很快，土耳其加快主攻南斯拉夫，但导致巩固不足，保加利亚获得反攻的机会。1937年3月，希腊及时攻入，扩大战力优势，随即吞并完成，阿西土联盟获得第一场战争的胜利。第二场战争很明显，我们将回到西班牙内战。国民军占领葡萄牙后，没有再产生任何绩效，因为这次西班牙共和国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虽然不是同盟，但苏联提供了军队协同作战，国民军出现了败退。1938年1月，葡萄牙得到了解放。这次的事态让弗朗西斯科出乎意料，明明算命得知自己会赢啊，这结局不对啊。38年6月，西班牙共和国获得胜利，西瑞普联盟保住了。7月份，新的战争正在酝酿当中，这次由捷波联盟发动，向波罗的海3国进攻。当然，捷波联盟自然也是有内部矛盾的。一战结束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各自独立出现，不久两方也产生了争端，同时宣告切省地区的主权，先是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来波兰利用慕尼黑协定获得切省地区。这次我们让两国握手言和，不如争夺波罗的海3国啊！于是这3个倒霉蛋于1939年1月被波兰应该是被捷波联盟吞并，这多好！自从产生新结盟后，历史成绩不断刷新啊！39年2月，德法联盟开始进攻了，宣战目标为奥匈罗联盟。这名字一看就是由3国组成：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法国也感觉到了奇耻大辱，竟然跟德国结盟了，这日子还能过吗？太能过了！我现在指挥意大利进攻阿西土联盟，英国不会有一点意见。英国不仅没有意见，派兵速度那叫一个快，直接登陆土耳其西部，法国都看傻了。这么快就接受现实了吗？1939年11月，德国占领奥地利后，继续攻入匈牙利。1940年，瑞诺联盟血战比荷丹联盟。来猜一下，比荷丹联盟是由哪些国家组成？答对了，是在二战中迅速战败的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组成。战场上已经发动了3场战争，别忘了还有历史路线，德国与苏联等着瓜分波兰，所以第4处战争爆发，苏联和德国宣战了捷波联盟。1941年，苏德瓜分捷波联盟，捷克斯洛伐克拿到的大饼就这样碎了，不仅没有获得一点领土，还被卷入了瓜分。在这之后，终于迎来了强对决，德法联盟与苏芬联盟开战。1941年3月，英意联盟击败阿西土联盟，英国与意大利按计划控制了黑海一带，这还真打起了配合。法国一看一个不吱声啊。同时，来自比荷丹联盟的荷兰竟然攻入了瑞典。就在这10拿9稳的时候，2个联盟竟然达成了和谈，原本可以夺下你的所有，但老子只取1票。让我们把视线回到德国与苏联的对抗，就看他们的队友谁先出手支援了。仅仅过了2个月，荷兰无视条约，再次发动对瑞典的入侵。看来上一次的和谈投票是2比1啊！看到荷兰这么狂，德法联盟宣战了比荷丹，这下法国不得不上了，稍微动弹2下表示。1942年1月，德国吞并比荷丹联盟，瑞诺联盟就这样被解救了。吃瓜的芬兰不喜欢这个结果，于是跟苏联商量后，发动了对瑞诺联盟的进攻。只要哥们儿拿下瑞典和挪威，就不再计较冬日战争。芬兰要到这个结果，听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苏联可以控制与德国的战线。1942年6月，德国的入侵加大，法国的思想已经高度统一，德法联盟正开足马力。7月份，奥匈罗联盟解体，苏联的防线已经大面积溃败，德国开启了推土机模式，这情景相当不妙。于是，在1942年8月，西瑞普联盟预感到即将发生的危险，发动了向德法联盟的进攻。
至少要战胜法国，控制西边，足以让苏军建立反击的机会。事实证明，法国确实无法胜任西边的战事。在进行配合后，由苏芬联盟接手法国地区。不过很快，德国便提供支持，让自由法国建立，进行反击。1943年5月，英意联盟发起了宣战，英国派兵登陆挪威和瑞典。理由是抢夺这里较为保险，它不会涉及中部的大规模战争。1943年8月，英意联盟吞并瑞挪联盟，芬兰失算了，英国获得了北欧，便获得了调控的灵活性。现在只需静观其变，只要获得时机，英意联盟将像蛇一样一口咬上去。1943年11月，复活后的自由法国盛气凌人，在德军物资的支持下，让西班牙招架不住了。同时，德国侵入了芬兰地区。1944年，德国占领芬兰，这2次行动，我相信你也一定看出来了，已经完全对英意联盟的国土产生了威胁。1944年12月，英国通过登陆法国，宣告了对德法联盟的进攻开始。1945年，在英军和意军的攻势下，法国再次沦陷，西班牙恢复领土主权，这便是时机。通过多年的布控，英国获得了近距离派兵作战的机会，德国只能接受更多敌人的挑战，它的欧洲地位会产生动摇吗？1945年7月，德国战败，通过谈判，苏联获得德国多地的管辖权。当然，这个谈判根本不重要，因为接下来就是苏芬联盟对抗英意联盟。1945年11月，丰厚的战果让英意联盟一同宣战了瑞西普联盟。1946年4月，英国吞并瑞西普联盟，东边的英军正积极地获得更多的掌控。面对这2国的进攻，苏联已经不知道这是同盟国的胜利还是轴心国的胜利了。总之，这就是战争，重要的是结果。1948年，苏联战败，从阵营情况来看，英意联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当然，我们也有一国获胜的机会，意大利 vs 英国。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1949年，意大利战败，恭喜英国获得本期比赛的胜利。